多少钱才够实现财务自由，然后就能轻松过日子了呢？我上网查了一下，有人提到2线城市财务自由的最低标准是1200万元。可我认为财务自由这件事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从我观察来看，大多数人哪怕收入很高，也很难真正做到财务自由。举个例子，月薪5万在2线城市应该算挺高的收入了吧？但你仔细想想，那些月薪5万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品质和消费水准早就比月薪2万50翻倍了，甚至更高。他们可能还惦记着更大的房子、更贵的车子。那么，这种收入越高，开销越大的模式，到底有没有个头呢？从精神层面看，这条路没个尽头。一个人就算月薪涨到10万、20万，也未必能财务自由，因为欲望会跟着膨胀。可从身体角度看，总有个极限。只要你是靠打工赚钱，拿别人发的工资，总会碰到一个阶段，或许是35岁，或许是40岁，你的性价比可能不如年轻人了。那时候收入不涨，反而可能下降。碰到经济不好的时候，打工者的工资还可能被压低。可消费习惯和欲望已经上去了，想实现财务自由，一辈子都别指望了。要改变这种想法，可以试试2条路。第一，收入增加，但消费保持不变。这件事难吗？其实一点也不难。比如，我今年只买了2件 T 恤、2条裤子，都是优衣库的，一顶迪桑特的帽子，一双彪马的鞋，加起来不到2000元。我今年不打算再买衣服了，估计明年花在衣服上的钱会更少，因为今年买的衣服能穿3年以上。断舍离和极简主义，我今年比去年练得更好了，家里东西很少，不用的全在闲鱼卖了，要不就扔垃圾桶。这2年我的收入比以前涨了不少，但支出真的少了很多。有人会问，赚钱不就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吗？我觉得物质享受很快就会到顶，对我来说，这个上限大概是每月3万元，包括机票和酒店费用。我喜欢坐头等舱，住好酒店，每月至少按摩10次。不管怎么花，3万元1个月基本上就是极限了。超过这个数，你让我去米其林餐厅吃饭，或者穿什么奢侈品，可能兴奋感就多那么一点点。但这一点感觉，远不如从1万涨到3万时带来的满足感。至于大房子、豪车，我完全不在意。也就是说，物质消费很快会平稳，再往上走很难让人兴奋了。但收入增加后，成就感还是很强，整个人状态和气场也会更充实。我在知乎上看过一个故事，有人在普通公司上班，办公室同事每天为了业绩吵得脸红脖子粗，其实争来争去就几十块钱。可他总是很冷静从容，从不计较小钱，所以挺受领导喜欢。他这么冷静的原因很简单，银行卡里有100万元存款，而同事大多背着债。假设他和同事一起吃兰州拉面，同样一碗面，他们的感受和轻松程度完全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收入变高，存款变多后，心理和精神上的满足比物质消费带来的刺激强多了。第二，尽早准备养老。什么时候开始合适呢？我觉得是30岁，别觉得我在吓人。到了30岁左右，你得做个艰难决定，往后的人生是想靠别人发工资，还是自己找钱？如果选前者，财务自由基本没戏唱，太难了。如果选后者，就得想想2个问题：怎么赚非工资收入并慢慢做成自己的事业？怎么让被动收入越来越多？毕竟到了40岁、50岁，想过上舒服日子，不用天天忙碌，充足的被动收入是关键，半自动收入也行。那怎么弄出被动收入呢？其实你悟性高的话，看我写的几句话就该明白了。有人会问，保险能帮养老吗？我是不信的。任何保险、信托，甚至社保、医保，我都不指望。这几年看病让我发现，国外进口的检查设备和好药，医保包不了。如果真得了大病，100-200万元就够了。
如果几百万都治不好，那就花钱弄个发达国家的工签或绿卡，去那边享受免费医疗。至于养老保险，更别想了。你查查年轻人跟老年人的比例，新生人口变化，再算算20年后会怎么样，就清楚了。如果看不懂数据，去日本逛逛也能明白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